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你喜欢吃鱼吗？作为我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美食，鱼肉一直是很受人们欢迎的。鱼肉肉质鲜嫩，营养丰富，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。近日有研究还发现，经常吃鱼或能够降低全因死亡风险。每周食用鱼类4到6份，或能够降低15%的死亡风险。一项由中山大学、广州市第12医院等机构联合发表在欧洲临床营养学杂志的研究报告指出，每周吃4到6份，每份50克鱼类，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、缺血性心脏病发生风险和全因死亡风险。研究人员纳入了广州生物样本库队列研究中18215名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受试者数据，通过问卷对他们的健康程度、生活方式、病史、家族史和每周各类食物的食用量等的信息进行了调查。其中每周食用不同食物包括37种常见的鱼类、牛奶、坚果、蔬菜、水果等。随访11年后，研究人员收集了受试者的死亡情况和死亡原因。数据显示，从鱼类的食用频率来看，受试者中有 24% 的人每周食用鱼类0到3份，有 26% 的人每周食用鱼类4到6份，有 23% 的人每周食用鱼类7到10份，有 27% 的人每周食用鱼类11份以及以上。从发生疾病和死亡的数据来看，有2697名受试者死亡，其中917名死于缺血性心脏病和中风等的心血管疾病。经过分析，研究人员得出以下的结论：每周食用鱼类4到6份，或者是7到10份，可以降低死亡风险。其中，每周食用鱼类4到6份与死亡风险降低明显关联，每周食用鱼类11份及以上与死亡风险降低没有明显的关联。与每周食用鱼类0到3份的受试者相比，每周食用鱼类4到6份的受试者，全因心血管疾病、缺血性心脏病、中风、缺血性中风、出血性中风的死亡风险分别降低 15%、23%、20%、25%、25%和 39%。与每周食用鱼类0到3份的受试者相比，每周食用鱼类7到10份的受试者，全因心血管疾病、缺血性心脏病、中风、缺血性中风、出血性中风的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 8%、13%、22%、7%、10%和 34%。此外，研究人员还发现，在每周食用鱼类3到4份的受试者中，女性的死亡风险降低比男性的明显。对于研究结果，研究人员解释，鱼类中含有的多不饱和脂肪酸、亚麻酸、维生素 D 和 C 等营养物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，通过保护心血管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，进一步降低全因死亡风险。长期吃鱼，身体能收获到4个好处。除了保护心血管、降低死亡风险，长期适当吃鱼还有以下这些好处：保护视力。鱼类，特别是深海鱼，富含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加 DHA， 对于视网膜有一定的保护作用。如果每周适当的吃1到2次的鱼肉，对于保护视力有着积极的作用。帮助预防老年痴呆。据日本研究所长达数年的研究发现，喜欢吃鱼的人群15年后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可以下降 61%。 究其原因，与鱼肉中富含的 DHA 有关。 DHA 主要存在于人体的脑部、视网膜以及神经中，而老年痴呆患者其血液当中的 DHA 的含量平均会比正常人少 30% 到 40%。 因此，适当摄入鱼肉可以补充 DHA， 保证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的养分充足，帮助预防老年痴呆。肠癌、肝癌风险下降。根据15年间对 47.6 万人的调查研究显示，与不吃鱼或者是少吃鱼的人群相比，常年多吃鱼的人患肠癌的风险下降了 12%， 罹患肝癌的风险降低了 33%。 背后的原因可能与鱼类富含多种的无机盐、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有关。
4. 常吃鱼可以降低胆固醇。胆固醇高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情况，但你知道吗？通过吃鱼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。鱼肉中所含的脂肪大多是不饱和脂肪酸，很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，而消化吸收后的脂肪酸在血液中可以与血胆固醇相结合，把不好的胆固醇从血管中带走，从而降低体内胆固醇的含量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3. 对症吃鱼更显价值。1. 强心脏美容。黑鱼。黑鱼中含有的辅酶 Q10，它被称为是心脏的动力之源，能为心脏提供更多的氧气和能量，预防突发性的疾病。而且辅酶 Q10还有保护皮肤、延缓衰老、缓解疲劳的功效。2. 带鱼补钙益五脏。带鱼是相对来说比较平价的海鱼，但它的营养价值却不低。不饱和脂肪酸比普通的淡水鱼要高，在常见的动物性食物中，带鱼的含钙量位居第2位，远高于鸡、鸭以及猪、牛、羊等的常见肉类。带鱼中富含2种补钙的黄金搭档，维生素 D 和镁，它们能够促进身体对钙的吸收率，协同帮助降低骨质疏松发生的风险。而从中医药学的角度来说，带鱼还有补益五脏、养肝补血、暖胃润肤等的功效。3. 青鱼保护心血管。据日本研究指出，吃青鱼能够有效地降低坏胆固醇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青鱼能够净化血液的 EPA 含量相当的丰富，具有预防心肌梗塞、狭心症的效果。日本医学博士、动脉硬化疾病预防治疗营养医学研究权威板仓弘仲指出，可以一天一餐加入青鱼来帮助预防。4. 有种鱼吃多了无益。1. 生鱼片。生鱼片多为海水鱼，可能会携带寄生虫，同样也有能力感染人类。2. 野生鱼。野生鱼生长的环境不确定，如果是在被污染的水质中生长，那么鱼体内也会附着一些有害的物质，一旦吃了很可能会给身体的健康造成威胁。3. 大型的食肉鱼。大型的食肉鱼体内更容易的储积重金属等有害物质，人吃了反而容易损伤肝肾器官。4. 咸鱼。咸鱼中富含亚硝酸盐，这种物质能以蛋白质分解产生胺类发生反应，并形成强致癌物亚硝胺。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目前已经把中国式的咸鱼列为了1类的致癌物，吃多了会导致胃肠、胰腺等消化道癌的发生率风险增高，因此平时尽量要少吃。当然啦，大家也不必太过的担心，上述的鱼类偶尔吃一下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不要吃得太过的频繁，或者是食用过多，那对身体肯定是有所损害的。同时也要注意吃新鲜的鱼也要尽量的煮熟，并且清理干净。如果鱼内没有煮熟或者是没有清理干净，也是会存在杀不死寄生虫的情况，吃进身体里边也是影响我们身体健康。最后，鱼肉的最好吃法就是清蒸、清炖，其他的做法很容易破坏鱼肉中的营养成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